看来你和我一样，在这尘世间也有未了的牵挂。公子，你找谁呀？我来给林婉治病。你是什么人啊？怎么敢直呼我们家老夫人的名讳呢？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公子，你总可以说一说你是哪一路的名医吧？我并不懂医术，那一定有祖传的灵丹妙药了。也没有。不懂医术，也没有丹药，你在消遣我。这玉佩竟然跟老太太的那枚一模一样，此人莫非？公子，请。昔女林婉秋，潜心警告天地，愿用半生的阳寿，换得祖母的平安。若得紫金康泰，挽救余生，甘愿结草衔花，青灯相伴。婉儿，连你也要走了吗？老爷，门口有位年轻人求见，说是要给老夫人治病。罢了，那么多名医都束手无策，一个年轻人有什么办法？不见。老爷，可他拿出了这个，这不是老太太身上的梅玉佩吗？对呀，这枚玉佩和我母亲的衣着一样，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也纳闷了，这个年轻人怎么会有和老太太一模一样的玉佩呢？您说是年轻人？对呀，那他有没有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啊？他不肯说。我母亲一生未嫁，就收养我这么一个儿子，难道说此人是我母亲的亲人？他人现在在哪儿？还在门口呢。姐姐，你照顾老太太这么多年，总算是千年媳妇熬成婆了。这往后林家啊，可就是姐姐跟姐夫说的算了。老夫人如今还没有走，再说，这些年都是你姐夫当家，你这些话跟我说说就算了，在外面可别乱说。姐姐，姐夫不是什么都听你的吗？还不是你说的算。妈，外面有个人手上的玉佩跟奶奶一模一样。站住！你现在不守在老夫人身边，你跑出来做什么？去门口见个人。糊涂！什么人值得你现在去见？外边人都在看着呢，你不守老太太身旁，万一老太太醒来，连交代后事的人都没有。时光姐姐，我回头要跟你解释。有什么话现在不能说？我这也是为你好，你赶快回去。我说了，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好不好？你个爱欠叨叨，回头等算账。哎，姐姐，您别生气，这姐夫啊，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儿。站住！管家，你这手里拿什么？回夫人，这是门口那位来访少爷的玉佩。胡说！这明明是老夫人的玉佩，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敢骗您呢？确实是门口那位少爷的玉佩呀。那你跟我说说，门口那公子是什么人？什么人他没有说，但看起来大概有20多岁的样子，和少爷年纪差不多。哎，我说姐，你说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姐夫不守在病床，出去去见那个人，这不像是姐夫的作风啊！妈，奶奶不是说这玉佩要传给我们林家的接班人，怎么现在在外人手上？姐姐，那个人该不会是姐夫的私生子吧？那个玉佩会不会姐夫也给了他了？妈，这玉佩是传给我的，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好你个林万川，枉费我这么多年对你信任，你竟然背着我在外面养野种！公子，怎么回事？我竟然会有些心里发慌。你就是林家的当家人。林家的当家人是我母亲，只是家母病重，如今我代为掌家。还算懂规矩。敢问公子如何称呼？你不需要知道。他不肯透露身份，
莫非是不想与我林家有瓜葛？公子既然不想说，那我也不多问了。只是这枚玉佩，公子是哪里来的？这玉本就是一对，婉儿那枚是我当年赠予她的。混账！少小年纪，没大没小，竟敢如此称呼老夫人！你家里人是怎么教你礼数的？我与婉儿相识已久，为何不能如此称呼？我母亲已过古稀之年，并且多年未踏出林府与人接触。你不过20几岁，你敢说和我母亲相识已久？我林家虽然宽厚待你，却也容不得妄言戏祖之人。公子，您这是要去哪呀？我不和蠢货打交道。婉儿有个蠢货儿子，这是他的因果，那他的福泽，后辈就只能无福消受了。公子，请留步，请留步！老爷，这位公子虽然说话疯癫，八成是不想和咱家扯上关系，咱们何不顺了他的心愿？眼下最重要的是给老夫人治病啊！你这是关心则乱。如果他真能让老夫人醒过来，即便不愿相认，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他。就是嘛。对不起，刚才是我失言了，还请您不要计较。不过你说要给我母亲治病，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治。罢了，看在当年的情分上，还是助婉儿度过此劫吧。此人竟然对我母亲如此了解，莫非他真的是我母亲的亲人？这黑气，这就是我那丈夫在外面的野种吗？哎呦，瞧瞧，长得这么帅气，怕是他妈妈是个绝世大美人吧？林忘川啊，林忘川，你简直属我太甚！公子，请随我去后屋。站住！老爷，你也不介绍一下，这位是什么人啊？他就是来给老太太瞧病的。瞧病？拿着宝破死就来瞧病？我看你八成是来认亲的吧你？认亲？认什么亲？你不要胡说好不好？老爷，你当我傻呀？老夫人的病，那多少名医束手无策，他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能给老夫人治什么病？说吧，他和你到底什么关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你别在这添乱了，回头再给你解释好不好？母亲病重，片刻耽误不得。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他到底是来给老夫人治病，还是你在外面养的野种？你简直越说越离谱了！管家，先把公子请进去。公子，请。站住！你不许走！我说姐姐姐夫，你们俩都消消气儿，为了这么点事儿，他不值当的。我说姐夫，你就承认了吧，这男人在外面有这么点事，他很正常。我姐，她就是要你个态度。胡闹！我干什么了我？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警告你们，不要在这里添乱。要是耽搁了给老太太治病，我就饶不了你们。你甭拿老太太吓唬我！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给我解释清楚，你哪个没想去？你够了！姐没事吧？妈，走，我们进去给老太太瞧病。你好自为之。好你个林万川！我嫁进林府20多年，为你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你为了这个野种这么对我！消消气，没事吧？你个窝囊废，看着你妈被欺负，你就站在旁边不管。不是妈，我是想帮您的，但是我一看到他的眼睛，我的身体就像不受控制了一样。没出息！姐啊，你说姐夫为了个外人这么打你，我看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才稍微往后稍稍呢。林万川，林万川，既然你不认，就别怪我不义。奶奶，父亲一定会为你寻到能医治好你的名医的，你一定要坚持住，阿秋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父亲，这位是来给奶奶治病的。望尽秋江千丈雨，手残明月数红生。哎，这画中之人好帅啊！奶奶，他是您什么人？这画中的男子是我的一位故人，若能再见上一面，我此生也就无憾。晚秋啊，公子，敢问您尊姓大名？叶惊鸿。那为什么偏偏要见到老太太的时候才肯说出名字？叶惊鸿。望尽秋江千丈雨，手残明月数红生。这诗句中说的红，莫非是？看来婉儿的后人还算是有孝心，久病卧床，依旧侍奉周全。这是奶奶之前特意交代的，说是怕故人忘却了自己的模样。叶公子，我奶奶的病还有救吗？你去打一盆清水，等会儿有用。好，我这就去。住手！住手！没我的允许，你休想动我姐姐！你可是姓叶？没错。果然跟那个负心人一个姓氏。你先祖60年前辜负我姐姐，害我姐孤苦一生。如今你还敢来我们林家？说，你到底有何企图？姨奶奶，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叶公子是来为奶奶治病的。是啊，我们不需要他叶家可怜，把他赶出我们林家。姨奶奶，你这是做什么呀？妹妹，这里没你的事儿，快让开。姨妈，过去的恩怨还是先放一放，还是让叶公子先给我母亲治病吧。混账！你母亲自小把你养大，你竟然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竟然想让我们林家的仇人的后代给你母亲治病，你真有孝心呐！你就不怕他借此机会加害你母亲吗？你就是林瑶吧？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你到底是谁？当年你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与周文远私奔，婉儿为了维护你，被父母责罚。难道今日你还想为了自己的自私伤害你姐吗？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是我姐告诉你的？是不是她告诉我，等她醒过来，你自然就会知道。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你有什么本事让我姐醒过来？我看你就是心怀不轨。冷风，把她从林家赶出去。好的，姨奶奶。你还愣着干什么？姨奶奶，不是我不想动，是我现在根本就动不了。姨奶奶，姨奶奶，奶奶在病床上数月未醒，每一天都是痛苦的煎熬。晚秋服侍在侧，真的不忍心她再痛苦下去，恳请姨奶奶放下往日的恩怨，去让叶公子为奶奶医治吧。晚秋，你赶紧起来！姨奶奶若是不答应，晚秋就不起来。晚秋，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就相信他能看好你奶奶呢？晚秋并非是要顶撞你，只是如今来了多少医生都束手无策，你一定要叶公子试上一试，这是如今唯一的机会了。晚秋，你在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想气死姨奶奶？罢了，姨奶奶，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人贸然来我们林家，必有阴谋，可千万别心软啊！你们林家的家事还真是复杂，是该让林婉醒过来，好好管教管教你们了。叶先生，我求求你，您为我奶奶赶快治病吧！只要您治好我奶奶，晚秋一定感激不尽。你们都退到后面去。
这黑气，这也叫看病，简直就是装神弄鬼。奶奶，你快醒醒啊！奶奶，你快看看晚秋啊！看来还是得为母亲准备后事呀。你给我站住！不是有本事让我姐姐醒过来吗？为什么到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你有没有好好的诊治我姐姐？你奶奶跟她废什么话？她就是个江湖骗子。我奶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你。叶公子，既然我母亲还是没办法醒过来，那我林家也就不留你了，你请便吧。爸，不能让她走，我要让她给奶奶偿命。哼，你还有脸笑啊？我看待会儿你还笑不笑得出来？我笑，当然是因为你们林家人可笑，连这一点耐心都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奶奶醒了，奶奶醒了，奶奶，你可算是醒了。你可吓死晚秋了。姐姐，我的好姐姐，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妹妹走的。晚秋，快帮我梳头。我这就为你梳头。奶奶，您身体尚未虚弱，还需躺下静养。是啊，妈，你刚醒过来，身子怎么正虚弱着？你，妈，奶奶，你别走了。奶奶见到叶公子，竟然如此激动，看来叶公子真的是画中之人的后人。公子，奴婢林婉。奴婢林婉，拜见公子。妈，你干什么呀？奶奶，姐姐，你这是烧糊涂了吗？他算个什么东西？奴婢，祖母竟然称自己为奴婢，这叶惊鸿究竟是何方神圣？公子当年所赐玉珏，护佑奴婢一生平安富贵。如今奴婢大限将至，这玉佩自当完璧归赵。你的恶难未消，此玉尚能护你，先收着。多谢公子垂怜。姐姐，孟川，哎，妈，您吩咐。即刻去将林家的镇宅腾出来，给叶公子居住。母亲，那是林家家主才能住的地方，您这是……叫你去，你就去。若再多问一句，休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是，儿子遵命，我这就去安排。姐姐，你这是中了什么邪？虽说他是那位故人的后人，但你也不至于这么糟践自己，糟践林家。你让他住进正院，你把我们林家人置于何地呀？瑶妹，你不明白这其中的渊源，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好，我不明白，我老糊涂了。你们林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奶奶，你能醒过来，晚秋实在太高兴。晚秋真是我的好孙女儿。叶公子，你也见了，告诉奶奶，在你眼里，他是个怎样的人啊？叶公子，他风姿卓越，但又深不可测。不过他能不远千里来为奶奶治病，就说明他还是心存善意的。只是他那不怒自威的气场，总是会让人不敢靠近，只敢仰望。不愧是我林婉的孙女儿，眼光不差。你的性子最像我年轻的时候，这件事交给你，我最放心。
晚秋，奶奶问你，你可愿意追随叶公子？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虽然敬佩叶公子，但是我们刚才才第一次见面，而且……晚秋，相信奶奶，奶奶绝不会害你。奶奶今日要你做叶公子的奴。奶奶，您刚才是说让我去当叶公子的奴婢？没错，奶奶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你也是为林家找到的唯一的出路和福报。我不明白，他到底是您什么人？难道真如姨奶奶所说，他是您那位故人的后辈？可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您的孙女去为奴啊！后辈，晚秋，这其中的渊源和恩情，要细说起来，3天3夜也道不尽。你只需要牢牢地记住，能做叶公子的奴，是你，也是我们林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奶奶，那您说的我们是指？没错，你奶奶我林婉当年也是叶公子的奴。几十年的荣华富贵，晚秋，从今日起，卸下你的金钗玉环，脱去你身上的绫罗锦裘，搬去公子院中居住，如我当年一般，寸步不离，随侍公子左右。这是你的命，也是你的造化啊！公子，请。公子，我们家老爷再三吩咐，一定要让您住得舒心。您看这房子怎么样？倒也算雅致，凑合住下吧。这已经是林府倾尽所有拿出的最好房间了。这位叶公子眼界果然非同凡响啊！那您歇着，小人就告辞了。叶公子，素面朝天，倒也清丽，仪态尚可，不卑不亢。看来婉儿这些年确实把你调教得不错，与她年轻之时确有几分神似，倒是个做奴婢的好苗子。叶公子，我有话便直说，本公子座前不喜吞吞吐吐，迟疑不决。叶公子，晚秋自知身份卑微，但请恕晚秋斗胆，晚秋不能做您的奴婢。哦，不愿也罢。主仆之缘本就强求不得，这世间汲汲营营，争相献媚者如过江之鲫，未必能入本公子之眼。本公子看重之人，若心不甘情不愿，强留之，反倒失了意趣。能被叶公子选中，是你的造化。若执意拒绝，这份天大的福气，恐怕会化为你的灭顶劫数。地上凉，既不愿为奴，便起来回话。叶公子，您真的不怪罪晚秋的冒犯？本公子说过，主仆之缘，强求不得。这世间庸碌之辈，削尖了脑袋都想往我身边凑，我尚且不屑一顾。我看重之人，若非心甘情愿，我叶惊鸿断不会用强权手段决定去留。
罢了，你既无此意，便自行离去吧。叶公子，婉秋并非不愿意服侍您，只是为奴二字。婉秋实在越是解释，便越是掩饰。也罢，人生在世，难得糊涂。你我萍水相逢，开心便好，何必宜纠结于名分？叶公子，您想喝什么茶？婉秋这就去为您烹煮。哦，这世间能入我口的茶可不多。若说极品，那当属100年前大内御用的18品贡茶。不知你们林府可有此等珍藏？御前18品，叶公子，您说笑了吧？婉秋曾听父亲提及过，那可是100余年前早已失传的绝品贡茶，价值连城，便是皇室也难轻易得见。我们林府何以得有啊？可惜，当年一时贪嘴，把那最后一泡也品了。否则，今日倒可以分你一杯，让你也尝尝那人间至味。叶公子，您是如何尝得那100年前的御前18品？难道您？刚才发生什么了？茶杯明明都已经掉了，他的手怎么能这么快？他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他真活了上百年？不可能！什么？连我压箱底儿他云滴血压，你都擅自送给那个臭小子？那可是比他年龄都大的珍品，他一个毛小子，他配合吗？夫人息怒，是大小姐吩咐，说是叶公子可不会挑剔，让把府上最好的茶叶都送过去，让叶公子挑选。小的也不敢不从啊。林万川，你还想再给我装蒜？说，那个叶惊鸿是不是你在外面欠下的风流孽债养的私生子？秦楚雅，你疯了不成？这种话也敢乱说？叶公子的身份我都还没弄明白，万一让他听了去，惊动了妈，你我担待得起吗？装！你还给我继续装！我看他分明就是你在外面养的小野种，先是伙同老太太演戏，让他住进林府，下一步是不是把那小狐狸精请进门，然后把我这正房夫人给踹出去了？你不可理喻，胡搅蛮缠！林大爷，夫人息怒，老爷绝不是那种人了，小人可以担保。你担保？你什么东西？你拿什么担保？夫人，叶公子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他的谈吐和品味，还有他那深不可测的眼界，都绝非是他那个年纪该有的呀。就连咱们林府最奢华的正院，他也只是淡淡的一句凑合着住吧。什么？正院？那可是林家继承人应该住的地方。过去跟老太太明示暗示提过多少次，她就是不松口。人家竟然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人住进去，还说凑合，这分明是找茬。依我看，他图谋的是我整个林家。管家，你给我立刻马上去查，务必查清楚这个叶惊鸿到底是何方神圣，是龙是蛇，我必须知道。是老爷。叶公子，这个虽然比不上您的御前18品，但是是晚秋亲自调制的奶茶，用了上好的牛乳，还有新年新采的春茶，滋味独特，你一定没尝过。公子，味道如何？茶有清香，熟有醇厚，两者交融，倒也别致，着实不错。太好了，叶公子，这是晚秋特意为您研制的奶茶，公子若是喜欢，日后晚秋每天都做给你喝。你既已明言不愿为我之奴，又何必如此无事献殷勤？
我没有无事献殷勤，我就是想关心一下公子。关心我？为何？朋友之间互相关心，难道不应该吗？公子，晚秋想和您做朋友。朋友？这偌大世间，亿万生灵，至今尚无一人有资格做我叶惊鸿的朋友。是晚秋唐突了。公子高高在上，如同天上的星辰，晚秋这般凡尘俗民，自然是不能与公子并肩。凡人一生，不过弹指一瞬，如朝露泡影，看尽了太多花开花谢，生死轮回，方才懂得，这世间最长久的慈悲，或许便是独活。老爷，夫人，怎么样？查到那位叶公子的来历了吗？他究竟是何方人士？回老爷，我已经动用了我所谓的人脉关系，几乎把整个京城都翻了个底朝天，可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叫叶惊鸿的这个人，更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和背景。他就仿佛是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神秘至极呀！哼，他又不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我看分明是你父子俩在唱双簧，包庇那来历不明的小子。林忘川，我告诉你，晚风才是我们林家唯一的嫡亲血脉，林家的家业只由那晚风来继承。妇人之见，我林忘川行得端，坐得正，何曾做过半点对不起你母子的事情？休要在此无理取闹。有没有做过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件事儿，我秦舒雅绝对不会擅自把我干休，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哎呦，晚秋，我的乖宝贝女儿，你受苦了。你奶奶也是的，老糊涂了，非要让你伺候那不三不四、身份不明的人，万一他又有什么歹意，让为娘的怎么办呢？啊，母亲，奶奶她老人家做事自有她的深意，虽然晚秋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奶奶的苦心，但我坚信奶奶绝不会害我的。你答应做那个小子的奴婢了？我们林家堂堂的千金大小姐，娶个外人当有错吧？母亲，女儿并没有答应为奴，女儿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和叶公子相处。但如果命运注定，一定要有这样的身份，才能让奶奶安好，让我们林家渡过难关。晚秋甘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你这脑子就被灌迷魂汤了。依我看，那姓叶的就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就该乱棍打出林府。老爷，夫人不好了，老夫人她又大口吐血了，人快不行了。什么？快去请大夫！哎呀，不必了。父亲母亲，我这就去找叶公子，叶公子他一定有办法救奶奶。叶公子，叶公子，我求你，您快救救我奶奶吧！我奶奶刚才又吐了很多的血，她快不行了。万物有灵，生死有命，命中注定，他上死有一劫数，不必过分惊慌。叶公子，您禁止我奶奶有此戒，那你一定有化解之法，对不对？叶公子，我求求你，您大发慈悲，您救救我奶奶吧！叶公子，我求你救救我奶奶吧！此劫虽险，却并非死劫。照此药方抓药，即可煎服，或可保他一线生机。好。若是叶公子这次真能凭借此方救回母亲性命，别说是让她住在林家，就是让我林忘川倾家荡产，侍奉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毫无半句怨言。管家，老爷，速速去城中药铺抓最好的药，片刻不得耽误。不可，不可！秦舒雅，你又要干什么？这是救命的药方。老
于息怒。老夫人大便初愈，身体虚弱之极，这用药之事岂可儿戏？万一这方子有什么不对，吃错了药，这责任谁来承担？母亲，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奶奶上次就是叶公子从鬼门关救回来的，现在危在旦夕。我们现在不相信叶公子，还能相信谁呢？是啊，上次那是他瞎猫碰到死耗子，赶巧罢了。真是要生了病，那就正正经经请个大夫，而不是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术士。妈，哎，飞来了。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鹏飞，你来的太及时了，太好了，过来过来，你医术高明，就是晚秋的未来夫婿。你林奶奶病重，你可责无旁贷呀。母亲，请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我与周鹏飞并无婚约，也绝不喜欢他。你这孩子就是不懂事。鹏飞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们周家姓林名门，神医世家，与我们林家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你对晚秋有一往情深，你对他的好，早晚都会知道的啊。周姨谬赞了，鹏飞何德何能，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你们周家上下来给我奶奶瞧了多少次病，非但没瞧好，反而越瞧越重。你这副不敢当，周公子倒是自愧不如。晚秋，你这孩子就是心直口快。鹏飞，别往心里去啊！你林奶奶这次病得蹊跷，责任也不能全怪你们。来来，你给我看看，我刚得了一个方子，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周鹏飞，这可是我奶奶救命的方子，你要真有本事就仔细看，要是看不懂，就别在那里装模作样，耽误救人。你们这孩子，甭理他。周玄之，此方如何？此方用药倒是有些奇特，如果晚辈猜的没错的话，这应该是给林老夫人调理身体的药方吧？神了神了，咱们小鹏飞就是神医转世。没错，这就是给林奶奶开的药方。你帮我仔细瞧瞧，这药方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好是坏啊？整个林家上下只有奶奶一人病重垂危，这药方不是给她开的，难道是给你开的不成？是个长个耳的都知道的。周姨，啊，不知如此奇方是京中哪位姓林国手开的？哎呀，什么姓林国手，也不知从哪冒出来一个叫叶惊鸿的黄狗小儿罢了。啊，鹏飞，你好好给姨妈看看，这药方到底是能救人命的灵丹妙药，还是害人性命的虎狼之药？狗屁不通，这药方简直是一堆狗屁，荒谬之极。鹏飞先生，你的意思这药方是假的，根本不能用？何止是假的，简直是假的不能再假，漏洞百出。我敢断言，但凡是只学过一天医术的懵童，都绝对写不出如此荒唐、如此狗屁不通的药方。听见了吗？鹏飞说了，这药方是害死人的。周姨所言不虚，我周鹏飞敢用我周家姓林100年的清誉担保，这张药方从头到尾根本就不通最基本的君臣佐使、阴阳调和之理，纯属是胡编乱造。开出此药方之人，也定然是对医术一窍不通，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罢。你胡说！我奶奶的病，上次明明就是叶公子施救才转危为安的，他的医术岂容你再次污蔑？叶公子，晚秋，你我自幼青梅竹马，婚约在身，那叶惊鸿算是个什么东西？你到底是信他，还是信我这个与你朝夕相处、即将成为你夫婿的周鹏飞？我信他。林晚秋，简直是不知廉耻、水性杨花，尚未出阁就与外男不清不楚，简直不守妇道。鹏飞，鹏飞兄，你息怒，这晚秋也是一时情急，这口不择兰，不要跟他一番计较。不过上次我奶奶的病的确是这位叶公子治好的，这又该作何解释呢？我还是坚持我最初的判断，撰写这份药方之人对真正的医道定然是一窍不通。至于他上次为何能够侥幸救醒老夫人，要么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纯属凑巧，要么是使了什么见不得光的邪术。邪术？此话怎讲？不错，正是邪术。晚辈曾在先祖撰写的杏林秘文手札上看到过记载，说遥远的南疆之地有一种极其诡异、歹毒的蛊术，
号称能活死人、肉白骨，但实则是尸骨者将特制的蛊虫暗中侵入中蛊之人的体内，蚕食其精气，操纵其神智，使其看起来与活人无异，但实际上早已是行尸走肉，命不久矣。这天底下还真有这种阴邪诡异的东西啊！难怪呢，老夫人醒来之后性情大变，对那姓叶的言听计从。彭飞先知，这话当真属实啊？周鹏飞，你血口喷人，这可是事关人命的大事，你却在这妖言惑众搬弄是非，就不怕遭报应吗？晚秋，我周鹏飞对天发誓，方才所言句句属实，没有半句虚假，我甘受天打雷劈。老夫人，老夫人，你怎么了？快来人啊！老夫人不行了，救命啊！家门不幸，孽缘纠缠，你能否平安度过此劫，挣脱这宿命的枷锁，便要看你那些子孙后辈们的造化与抉择。老爷，夫人不好了，老夫人她彻底晕死过去了。老爷，爹，现在情况紧急万分，你快让人按照叶公子的药方去抓药，再晚就来不及了。不行，绝对不行！刚才鹏飞说了，这药方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害人的邪术。你是不是昏了头了？非要害死你奶奶才甘心吗？周鹏飞，你还有脸在这妖言惑众？你所谓的名义世家，不说你这个学艺不精的纨绔子弟，就算是你的父亲周伯父，乃至你的祖父周老太爷，都曾亲自登门为我奶奶医治。可结果就是你们周家上下3代名医，无一人能够真正治好我奶奶的病，反而却让我奶奶愈发严重。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对叶公子的药方指手画脚？晚秋，你有所不知，这看病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病祖母的病，救鬼命。这天时，你住口！你有时间在这跟我讲这些没用的大道理？你不如回去好好精进一下你这半吊子的医术，别在这丢人现眼。管家，拿着药方去抓药，抓好后立刻让我奶奶服下。若有耽搁，我唯你是问。不行，今天谁敢加这药，就是跟我秦舒雅存心过不去，就是想害死老夫人。听不懂大小姐的话吗？人命关天，老夫人命在旦夕，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抓药！要是耽误了给我母亲救治，我拿你们试问！是老爷。完了，冤反了！哎呦，我一心一意为这个家，为老夫人三为着想，没想到好心当成驴肝肺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跟着我对着干呀！这还有天理吗？我不活了！省点力气吧，我母亲现在生死为不。你要是真想哭，等到她老人家真有什么3长2短的时候，我给够你机会，让你哭个够。你还杵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老夫人的房里守着，准备通报情况。爹，我也要去看奶奶。晚秋，你别担心，我陪你一起去，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些什么忙。妈，你说这叶惊鸿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真本事？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这没出息的东西，你傻了吗？那叶青红是什么东西？他是奔着林家的家产来的，他是来跟你抢继承人身份的，你忘了吗？他是怎么让你当众出手的？只要有个秦舒雅一日，他就休想得逞。那这药也去抓了，这万一真治好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想得美！你现在立刻马上把姨奶奶给我请过来，拨乱反正，主持公道，快去！奶奶，你快醒一醒，你快看看晚秋。
彭飞先知，我母亲怎么样？有没有希望？林叔，恕晚辈直言，林老夫人的病情已是灯枯油尽之兆，五脏六腑皆已衰竭，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你们早做准备吧。你给我闭嘴！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说这些丧气的话！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晚秋，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生老病死本就是人之常情，我们总得学着接受现实吧。且顺便，娘，是儿不孝，儿子无能，儿子已经让人去拿叶公子的药了，你老人家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等药来呀，娘。林叔，恕晚辈多嘴，叶金红那小子开的药方就是漏洞百出，甚至可能害人之物。林老夫人如今已是风中残烛，万万不可再服虎狼之药，否则只会加速的。周鹏飞，你给我住口！你自己治不好我奶奶，就见不得别人比你强吗？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叶先生的药方？叶金红那小子连最基本的药理都不懂。林老夫人如今的状况，元气已绝，生机已断，别说是他了，就算是医圣华佗在世，扁鹊重生，也未必能让他再睁开眼睛了。不行，奶奶不能。林婉，你我主仆一场，缘分匪浅，逆天改命，本非易事。这已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后续如何，皆看天意，也看你林家后人的心性与造化了。叶惊鸿，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江湖骗子，有意！今天要拆穿你的真面目，替我奶奶报仇！叶惊鸿，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快住手！你刚才叫我什么？叶惊。叶公子，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你饶了我吧，我该死！叶惊，叶公子，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大有大量，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您就饶了我，就把我当个屁一样给轻易的放了吧，我真的再也不敢了。说吧，你如此大张旗鼓的闯进来，所谓何事？回叶公子的话，是我姨奶奶和我母亲有要事，想请您过去一趟。他们找我，那为何他们自己不过来，反倒要我一下？叶公子明鉴，我姨奶奶和我母亲毕竟是女流之辈，这年纪也大了，这身子骨肯定不比您这般硬朗，实在是不中用，所以小的才斗胆恳请叶公子您去遵义部一趟。也罢，今日本公子心情不错，且陪你走一走，带路。您请。叶公子，我姨奶奶跟我母亲已经在里面恭候您多时了，您请。叶惊，这就是将林府搅得天翻地覆的黄毛小子，我还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大人物呢，如今一看，不过是个油头满面、只会耍些嘴皮子功夫的小白脸罢了。哦，看来今天这一场是特意为我叶某人准备的鸿门宴。后生，你蛊惑我姐姐，害得她险些丧命，这笔血账今日就在此地，我要与你好好清算清算，把他给我拿下！站住！谁允许你入座的？这里没你的位置，赶紧站起来！哦，这椅子摆放在此，不就是供人安坐的吗？是供人坐的。
不过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随便做的。我们林家大床的椅子啊，只能是我们林家端端正正的主人和受人尊重的客人入住。你是什么东西？一个来路不明的野小子，也配在此入住？赶紧滚起来！聒噪！混账东西！你好大的胆子！你怎么叶先生，叶奶奶，母亲，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是要请我喝茶，只不过这待客之道未免太无礼数，茶水嘛，更是差到了极点。狂妄！你还有脸在这儿说礼数？我和你秦姨皆是长辈，你一介后生，本当过来拜见，你喧宾夺主，直接坐下，这就是你所谓的礼数吗？若当真是要论这世间礼数，以本公子的身份，在场所有人都应该恭恭敬敬地前来拜见我。放肆！狂妄至极！你睁大眼睛看一看，在座的每一位年纪不比你大，辈分不比你高，还让我们下来给你跪拜，也不怕折了阳寿？知道自己狂言无状，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吧？姨奶奶，母亲，奶奶她老人家现在危在旦夕，我们现在最应该的就是齐心协力想办法去救治奶奶，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为难叶公子追究这些细枝末节啊。叶先生，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已经让管家按照药方去抓药了，想必很快就能送过来。什么？晚秋，你好大的胆子！那药方明明大有问题，甚至是害人的东西，你怎么能未经我允许私自做主去抓药呢？姨奶奶，子言诧异，上次奶奶病危，就是叶公子出手相救，才转危为安的。我们实在不应该去怀疑一位曾经救过奶奶性命的恩人。哼，姐姐当真是他叶惊鸿治好的吗？姨奶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当时您也在场，您亲眼目睹了叶先生治奶奶全过程啊。不错，我的确是亲眼目睹，但事后我越想越觉得事有蹊跷。我现在甚至怀疑他不会什么高明的医术。姐姐当时能醒过来，我感觉另有玄机，绝非是他的功劳。姨奶奶，说话要讲究证据的呀。您说叶先生不懂得医术，那你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吗？证据？林大小姐，你要的证据在这里，就是他叶惊鸿亲笔写下的荒谬绝伦的药方。周鹏飞，这是叶先生的药方，怎么会在你手里？管家呢？哎，林大小姐此言差矣。尹老夫人对我周鹏飞恩重如山，视我为亲孙，我周鹏飞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某些心怀叵测之徒用这等虎狼药方来毒害他老人家？这药方被我及时拦下，正是为了保护他林老人家。掌柜的，10万伙计，按此方抓药，务必抓最好的药材。哎，周公子，你这是……李管家，还好我及时赶到，拦下了你。方才林叔叔已经仔细看过此药方，发现其中大有问题，此药方绝对不可给老夫人服用，所以特命我火速前来阻止。怎么可能？老夫人病情危急，现在已经是面前一线，当务不得呀！李管家，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因如此，我才需要将这张有问题的药方带回府中，与家父和几位杏林前辈一同仔细研究，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老夫人拟下一副真正的对症下药的救命良方啊！事不宜迟，我先走一步。所以说，管家根本就没有拿到药方，是你假传我爹的命令，欺骗管家，强行从药店把药方给骗过来。李晚秋，你并非医者，不懂这其中的凶险，而我作为神医世家的继承人，身负悬壶济世的重任，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你放心，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林老夫人，以后你一定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周鹏飞，那是我嫡亲的奶奶，她的生死与你何干？今日
若是因为你荒唐的举止，耽搁了我奶奶的医治，我林晚秋今天对天发誓，让周家上下要你们血债血偿。哎呦，晚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鹏飞也是一片好心，也是替奶奶着想啊，你怎么能恶语相向，不知好歹呢？周姨，你别生气，晚秋她也是过度担心老夫人的病情，一时情急，口无择言，我不怪她。但现在该谴责的人是写出此等害人药方的罪魁祸首，他。何方来的跳梁小丑，别敢再次妄议本公子的药方。你的药方简直是荒谬，竟然用大寒之物与大热之药直接配伍，中间竟无半点其他药物作为调和引导，根本不是救人的药方，而是催命的毒药。侯，依你之见，何为药理？药物配伍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生相克。这大寒与大热，乃是药性之大忌，两者相冲，必致气血逆乱，阴阳失调。你如此配药，只会让病人因为药性的冲突而导致脏腑爆裂而亡。但凡是稍稍懂得一点医理之人，都绝不会写出如此粗鄙、草菅人命的东西。井底之蛙，也敢与天。所谓相克，并无绝对极致的相克，亦能催生极致的相生。阴阳转化，存乎一心，岂是尔等凡夫俗子所能窥探万一？胡闹，简直是一派胡言！我看你是在歪门邪说，强词夺理罢了。拿去，救人如救火，耽误不得。好。你什么时候把药方拿走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林晚秋，你可不能如此识别不分，执迷不悟！你现在去装那副药，根本就是害了你亲奶奶，你会后悔的！自身毫无半点医学天赋，却还敢在此大放厥词，满嘴胡诌。本公子看你，还是趁早改行，免得将来误人子弟，贻笑大方。你休要胡说八道，血口喷人！鹏飞可是我看着长大，他天资聪勇，勤奋好学，自幼便对岐黄之术展现过人的天赋。12岁便能熟辨百草药性，15岁就能独立开方，坐堂问诊。论真实医术，还要比外面所谓的名医不知高出多少倍。你一个黄口小儿，敢说鹏飞没有天赋，真是荒天下之大谬！好一个狂妄的数字！今日我周鹏飞便让你心服口服，让你亲眼看看我周家神医世家的真正本事。叶惊鸿，你可敢与我当场比试一番，一较高下？就职。站住！叶惊鸿，你休想一走了之。今日为了林老夫人的性命安危，也为了我周家百年的声誉，我周家就算是豁出去这张老脸不要，定要与你讨个说法，辩个明白。你不是自诩医术高明吗？家父济世堂周子瑜稍后便到，我倒要看看，在我父亲这位真正的杏林圣手面前，你还能如何巧舌如簧，颠倒黑白？鹏飞，你刚才说周大哥要亲自过来？正是。家父听闻此事，也是对这胆敢质疑我周家医术，并用虎狼之药意图谋害林老夫人的狂徒，也是十分重视。姓叶的，你听到了吧？周伯父可是咱们江南杏林界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承认自己不懂医术，老老实实的交代偷偷混入我们林家的真实目的。我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我们林家或许能够大发慈悲，放你一马。周子瑜先生乃当今杏林界推崇的一代名医，如果只是为了这些小辈之争而劳动他大驾亲临，那未免太失恭敬了。姨母，此言差矣。周大哥一身医术，早已冠绝群伦，出神入化，区区小事于他而言举手之劳。更何况这小子如此猖狂，目中无人，也该让周大哥过来教导教导。
让他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想必邹大哥来了之后，定能3言2语，让这不知死活的小子当场服软认输，无地自容。哼，无论是这林家的后辈，还是那周家的传人，心性、眼界、担当，当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且罢，既然今日机缘巧合撞见，本公子便索性替他们的先人好好的正一正这所谓的家风，也让他们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传承。好，今日本公子便在此拭目以待。我倒要看看你们口中这神医世家的赫赫虚名究竟是从何得来的，也看看那周子瑜是否还记得祖上那一点真传。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还是多喝几口吧，这可是我们林家上等香泥，只怕之后你再也没机会喝了。周子瑜老先生到。请周伯父。周大哥，这边请。除非先前所提到的那张荒谬绝伦的药方在何处？拿来我看。还好我背了一个。这药方笔法倒是其次，但这君臣佐使阴阳配伍，竟然是这药方是你所说。庶子，你可知罪？你这药方用药之凶险，配伍之诡奇，简直是闻所未闻。若不是老夫今日亲眼所见，断然是不敢相信这世间竟有你这种胆大妄为、草菅人命之徒。医者行的是仁心仁术，是治病救人，而绝非是你这般肆意的挥毫，以毒药害人。说，你究竟是师承何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负责任的庸医教出你这等狂悖之徒？我的师承，你无需知道。便是说出来，怕也是吓坏了你这凡夫俗子。他老人家的名讳，岂是尔等轻易能够提及？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原来是个连自己师父名号都不敢报出来的无名鼠辈。看来你的师父也竟然是个藏头露尾、名不见经传的江湖郎中，上不得台面。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吧？天地初开，盘古创世，彼时并无医道传承。神农氏尝百草，九死一生，方有《神农本草经》流传于世，开启医道之人。真正的医术，靠的是超凡的天赋领悟，以及无数次的实践经验。师傅的名气再大，光环再亮，若徒弟自身不济，那也只是庸才一个，难有所成。庶子就要在这巧言令色，混淆视听。医道典籍浩如烟海，岐黄之术，博大精深。若是没有名师悉心指点，传道解惑，那寻常之人，就算用你毕生之力，恐怕也难得入门之境。你年纪轻轻，有名师传承，竟敢如此狂妄自大，胡开药方，你究竟将患者的性命安危置于何地呀？你，观你气度，倒也还算沉稳，言行举止亦能秉持医者正道，不失仁厚正直之心，这品行尚算可嘉。只可惜，这医术见识嘛，却依旧是囿于凡俗，浇筑古色，还需多多精进，方能有所突破啊！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贬低家父的医术，真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
我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真当是我周家无人了吗？就是，我周大哥的医术在整个江南那都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你这个毛头小子，竟然敢在此大放厥词，质疑周大哥的医术，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姓叶的，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立刻跪下，给我父亲磕头认罪，并当众承认你就是个招摇撞骗、装懂江湖术士，否则我这拳头可不长眼睛，定要打得你满地找牙！唐飞，唐飞，你这是怎么了？爹，没事，一定是他搞的鬼，他对我施了什么妖法？真是混蛋，岂有此理！技不如人，自食其果，却还要反咬一口，迁怒于人，当真是毫无教养，可笑至极。我怎么可能会自己打自己？我明明瞄准的是他的面门。爹，一定是他，绝对是他暗中搞的鬼，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这副故作真诚的模样给骗了呀！行了，你自己学艺不精，心浮气躁，鲁莽犯心，如今出了洋相，不可能怪于旁人。此事需要再提。可是我……好，今日这哑巴亏，我认栽。我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动的手脚，但是他那张荒谬绝伦的药方，可是白纸黑字的铁证。爹，我们周家与林家可是几代世交，情同手足，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林奶奶被这等心怀叵测的歹徒所害而坐视不理吧？唐飞说的不无道理。此事毕竟关系到林老夫人的性命安危，此事体大。林望川何在呀？他身为林家的家主，又是老夫人的亲生儿子，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这个大小子这么沉得住气吗？不顾自己母亲的生死，躲起来也不见个人影。他现在究竟在何处？周伯父，您请息怒，我是我父亲故意怠慢，是我奶奶。我奶奶醒了之后，不知为何，她下午病情突然加重，不省人事。我父亲心急如焚，现在正在我奶奶床边，亲自伺候着呢。你说什么？林老夫人不是已经昏迷数月，药石罔效了吗？竟然醒了！竟然醒了！此事当真？正是。竟然醒了，这不可能啊！林老夫人的病情，其根源之诡异，病势之沉重，我和家父两代人联手诊治了那么久，耗费了无数的心血，却始终束手无策，回天乏力。他是如何醒的呢？你们实话告诉我，到底是从何处请来的这等神人，竟然能让已经油尽灯枯的老夫人起死回生，重焕生机？原来如此，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鼠目吞光。敢问神医尊姓大名？先前多有冒犯，还请多多包涵。爹，您这是怎么了？您是老糊涂了吗？他那张药方分明就有天大的问题，怎么可能是救人的神医呢？他一定是想往铺上草子，凑巧了，要么就是我之前所说，他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巫蛊邪术。爹，您可千万不能被他骗了呀！住口！你这个不成器的逆子，愚昧无知的只口小儿！真正的神医在此，你还敢口出狂言，肆意的污蔑，还不赶紧上前，求叶真叶赔对赐教，指点一二！我告诉你，若错过了这千载难逢机缘，他日之后你定当追悔莫及啊你！
大爷，大小姐，这房子当真没有问题吗？老奴怎么觉得有些害人了？万一……爹，您相信叶公子吗？虽然我不知道叶公子的真实身份，也不知他为何出现在林家，但爹观其言谈举止，察其眉宇神情，他的眼神里有一股不容置疑、坦荡磊落的正气。爹的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他说的是真的，他做的也都是对的。爹，女儿与您所见略同，女儿明明和叶公子只是萍水相逢，却总觉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让人安心、让人幸福的奇异力量。奶奶先前戏言，让女儿给他为奴为婢，女儿当时心中是百般不情愿，可如今不知为何，觉得能这样陪伴他左右，为他研墨填香，红袖添堵，便是这世上最美好、最幸福的事情了。娘啊，既然你昏迷之前那般看重叶公子，甚至不惜以林家家主之位托付，想必你也一定相信他绝非凡俗。今日耳边彻底信他一次。不过是唤醒一个沉睡数月的将死之人罢了，也值得被你们如此大惊小怪，奉若神医。若这便是神医的标准，那也难怪你们这些神医世家能够一代代的自欺欺人，贻笑大方。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叶金侯，你少在这得意忘形、故弄玄虚。周大哥，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道貌岸然的样子给骗了。他花言巧语的本事可厉害了，我母亲就是当时不察，他迷失了心智，不信你问我姨母。叶金侯，你这油嘴滑舌、心机深沉的后辈小子，看你这副德行，便知你那祖父也是一个巧言令色、薄情寡义之徒。你那祖父辜负了我那苦命的姐姐，害得她亲耕古佛，终身未嫁。如今他又派你来继续祸害我姐姐，你们叶家究竟与我们林家有什么血海深仇？非要将我姐姐、将我们林家赶尽杀绝，才肯罢休吗？唉，世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惜呀，你林瑶丝毫未曾从当年的旧事中吸取半分教训，依旧是如此执迷不悟，识人不明。比起你姐姐婉儿当年那份觉悟与通透，当真是差得太远了。住口！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儿妖言惑众、搬弄是非，来人，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永远不得踏进我林家半步！我叶公子，奶奶，叶公子，娘，你怎么样了？奶奶，都是奴婢的错，奶奶，都是奴婢错，你坚持住，求求叶公子，奴婢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奶奶，娘，你醒醒啊！奶奶，你没事吧？奶奶。哦，这就是你们林家的待客之道，以众欺寡，仗势欺人。待客，那也要看你配不配称之为客。你这来路不明，甚至与我们林家有血海深仇的狂徒，没把你乱棍当场打死，已经是天大的仁慈了。哎呦，老夫人，反思！以我行医数十年的经验担保，这叶公子绝非是池中之物，因能为更深不可测。你今日若如此待他，恐怕会对李家大为的不利呀。周先生，这是我们的家事，请你就不要插手。我姐姐现在危在旦夕，生死未卜，我如果任由她在我们林家胡作非为，那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我们林家，让别人认为我林家无人主事，可以任意欺凌了吗？林瑶，看来
你当真是如此的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吗？少废话！就凭你刚才对我姐姐、对我林家的不敬之言，今天也轻饶不了你。来人，给我拿下！若有反抗，格杀勿论。住手！住手！奴才造反不成？光天化日下，在主在大堂内行凶动武，给我出去！叶公子，你没事吧？真是太好了，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药给奶奶服下了。奶奶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清醒，但是方才她的手动了，真的，她的手动了好几下，而且还流泪了。我想，奶奶现在已经有一些意识了。不必惊慌，婉儿她阳寿未尽，命不该绝，此乃正常反应。林兄，他此言当真，老夫人当真有所好转。周兄，这是天大的喜讯，还没来得及向您道贺报喜呢。这都是叶公子神来之笔，妙手回春。多谢叶公子救家母于水火，林忘川感激不尽。忘川，你胡说什么呢？我姐她到底怎么样啊？姨母，你莫要激动，母亲她老人家服下了叶公子开具的汤药后，病情有大有好转，并且晚秋亲眼所见，母亲不仅手指微动，还发出了一些呓语，相信神志很快就能醒转过来了。这怎么可能？他开的那些虎狼之药，难道真能治病？叶公子当真是深藏不露，医道通神，年轻有为啊！哎呀，想来我们父子这点微末道行，在叶先生这等医道巨情眼中，不过是萤火与皓月，云泥之别，实在是愧对神医世家这虚名的招牌了。叶公子，实不相瞒，家父他老人家一生对于岐黄之术早已是痴迷成狂，平生最为敬佩的便是像叶公子这种拥有惊天伟地之才的杏林奇人。方才我已让犬子将此间之事通知家父，家父听为叶公子的不凡本领，很是心之向往，激动不已。此刻正星夜兼程赶来这里，希望能有幸一睹神医的真容，聆听一二教诲。什么？周文渊老神医，他老人家要亲自来灵府，就为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毫不归迹的臭小子？万望叶公子能够看在家父一片赤诚向道之心的份上，不吝赐教一二，也让我们父子二人能够略窥医道的无上真谛。周某感激不尽。听你这意思，你们口中那位德高望重、医术通神、被你们推崇备至的那位周家老神医，就是那个当年一直玩着小球，整日跟在我屁股后面，哭着喊着求我指点一二，结果被我嫌弃太吵，随手赏他几枚铜钱去买糖吃，屁颠屁颠跑掉的那个周小胖子。叶公子，您方才称呼家父为什么？周小胖子？这周文远先生到。先生，请。好大的口气啊！爹，您来了。爹，老夫倒也想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在背后如此编排议论老夫，还给老夫取了个这么不堪的浑号啊！周老神医大驾光临，林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您老人家上座。林先生，老夫且问你，您老夫人当真已经醒世？周老神医，托您老人家洪福，家母她的确已经醒转，并且病情大有好转。哦，您老夫人这等沉疴不及，寻遍名医皆束手无策，究竟是哪位心灵高人出手，方才能力挽狂澜，
妙手回春呐！林贤侄，你快快为老夫引荐一二。若此人一术当真在我周文远之上，老夫便是豁出这张老脸，也当效仿古圣先贤，不耻下问，拜他为师，以求医道之精进呐！爷爷，您可不能被某些巧言令色的江湖骗子给蒙蔽了呀！那个小子，他根本就是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路子，狂妄至极，目中无人。他先前还出言不逊，在背后侮辱您老人家，说您是什么周小胖子，简直是罪该万死。骗子也能起死回生，让枯木逢春。老夫行医一生，倒是前所未闻呐！依老夫看，能医好林老夫人这盘根错节的奇症顽疾，此人医术定当是在我周文远之上啊！看来我这江南第一神医的虚号，明日之后，怕是要易主他人了。哎呦，周老神医，您可真太谦虚了。您这神医的称号，可是您数十年如一日行医救人、活人无数、实打实赚来的称号，岂是旁人随随便便就能继续和拿走的呀？你看这人，当着周老神医这般受万民敬仰的戏名泰德的面，连站都不站一下，像个没事人一样，这胆子真是比天都大。我看他这是茅坑里面打灯笼，找死。那就继续让他装腔作势，死撑面子好了。之前将周家父子得罪透顶，现在那般拿捏身段，故作深沉。待会儿真相败露，身份被揭穿，只能死得会更惨。我倒看看他能得意昌坑到多久。周老神医今日大驾光临，真令寒舍蓬荜生辉呀！哎，林二小姐，太过客气了。能为林老夫人略尽绵力，解除顽疾，乃是老夫分内之事，不敢居功啊。不过，老夫方才在门外似乎隐约听见有人称呼老夫的乳名“周小胖子”，哈哈，不知是哪位高人，既然对老夫多年人所未知的乳名浑号是如此熟悉，不妨站出来，让老夫也瞻仰瞻仰。这何方神圣，竟有如此雅兴啊！哎呀，人老了，不仅记性越来越差了，连那双招子也变得不记事了。这么大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这里半天了，愣是瞧不见吗？果真是老眼昏花，不堪大用喽。他就是那个不知死活的狂徒，方才便是他，在背后肆意编排，巧言令色，出言侮辱你的清誉，您老人家的声望便是我周家的脸面，其中这等小小之辈，肆意践踏玷污啊！孙儿斗胆，恳请爷爷您亲自出手，略施薄惩，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务必让他跪地叩首，给您赔礼道歉，让他给我周家一个说法，给我江南幸运一个交代。怎么可能？难道是那位？这股熟悉又陌生的气势，睥睨众生，淡漠一切的眼神，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老人家早已仙逝多年，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可是这种气势却如此的强烈，让我如此心悸呀！哟，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驾临呢？闹了半天是虚惊一场啊！某人刚才大言不惭，出口狂言，说周老先生是什么小胖子。怎么，周老先生现在本尊在此，都懒得看你一眼，压根儿就不认识你这号人物。依我看，你就是故意攀龙附凤，胡乱攀扯，靠近乎。结果呢，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吧？现在人都到了，你吓得连声都不敢吭了，怕是
先当场原形毕露，下不了台吧？真是可笑之极，滑天下之大稽呀！舒雅，住口！舒雅，住口！不得对叶公子无礼。周老神医，容晚辈郑重向你引荐，这位便是方才提及的叶惊鸿，叶公子，正是他老人家回天妙手施展神针，将家母从九幽黄泉生生拉了回来。叶公子是我们林家上下所有人的大恩人。恩人，我看他是说大话、吹牛皮、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现在牛皮吹破了，谎言被戳穿了，事到临头害怕了，所以不能继续嚣扬跋扈了，真是可笑之极。兄弟，我劝你识相一点，立刻麻溜的跪下来，给我爷爷磕头认错。先前你那句周小胖子，可是把我周家上下的脸面都给丢尽了。你若不赶紧诚心诚意的跪下来道歉，祈求我爷爷的原谅，怕是今日就要横着横着人府大行被抬出去，死无葬身之地了。哼，只要他今日当着林晚秋的面给我留下跪求饶，那便是颜面扫地，威风尽失。我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来纠缠晚秋？晚秋也定会看清楚他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正面目。到时候，郑鹏飞，你还有没有点廉耻之心？你还有脸在这血口喷人、颠倒是非？先前若不是你利益熏心，百般阻挠，三番五次的抢我奶奶的药方，奶奶她差点就因为你这个卑鄙小人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间。像你这种狼心狗肺之徒，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言语狂吠？我乃是为了林老夫人安危着想啊！他那张虎狼之药的药方，分明就是有天大的问题啊！那根本不是救人的东西，分明是害人之物。周文远，这就是你们周家调教出来的好孙子，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还敢在背后暗箭伤人，请此等下三滥的龌龊手段，当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代不如一代，可悲可叹呐！这说话的语气，这背逆一切的眼神，这股仿佛与生俱来的上位者威压，实在是太像了，太像那位传说中的存在了。他到底是谁？为何会给我如此强烈的压迫感？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住口！你这大胆狂徒，死到临头还竟敢直呼我爷的名讳，还敢在此妖言惑众，出言侮辱我周家的清誉！当真以为我周家是你捏纸糊好欺负的不成？今日本少爷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顾你小心！晚秋，妹妹，晚秋，妹妹，你怎么这么傻呀？晚秋，你快醒醒呀！你别吓哥哥呀！你看看妈妈呀，晚秋。让开！周兄，晚秋他如何了？晚秋，妈，孽障！你这个孽障！你看看你干的好事！爷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给那个姓叶的小子一点教训而已。谁知道晚秋他跟发了疯的一样跳出来，替他挡着。王峰哥，你告诉我，晚秋他跟那个小白脸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要如此不顾性命的护着他呀？难道那小子给晚秋下了什么迷魂汤不成？周鹏飞，这个猪狗不如的混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是这种阿紫的飞猪！我告诉你，我妹妹要是有人一差而错的，我今天得活剐了你不可！行了，别吵了，解药是你下的毒，快把解药拿出来！我没有解药。什么？你个蠢货逆子！你自己亲手下的毒，你自己都没有解药，你这不是要图情害死人吗？你这个畜生！这毒是
如此猛烈霸道，绝非寻常凡品。说，这毒到底是哪来的？我再问你一遍，这毒是不是从我书房禁室里偷出来的？说，是不是我平日三令五申、严令禁止任何人触碰的那些失传已久的绝命奇毒之一啊？什么？父亲，他竟然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竟然敢偷你的那些根本还没有炼制出解药的绝命奇毒，这简直是自寻死路！你个孽障，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大逆不道、自毁前程的糊涂事啊！老夫平日里是如何谆教导你的？啊！我们周家100年的清誉都被你这个不孝子孙给丢光了！孽障！周增飞，晚秋要有3长2短，我曲舒雅发誓，定与你们周家不死不休。我要着你与晚秋偿命，让你们周家上下积少不宁。都让开！都让开！丹顶散。丹顶散是什么？你竟然知道此毒的名字？这丹顶散是数百年前已经失传的西域奇毒，其毒性诡异无比。老夫也是从古籍残篇中偶有得闻其名，并未亲眼所见，更没有其解法。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不可能，就连我爷爷也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记载，从未亲眼看到过实物。他就是看了一眼，怎么会知道的？他一定是在胡说八道，故弄玄虚，想要哗众取宠罢了。义子，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叶神医，先前是我周家教子无方，管教不严，才酿成今日这等滔天的大祸。先前若是多有得罪，还望叶神医您多多包涵，不要计较。您能否发发慈悲，解了我这晚秋侄女身上所中的奇毒，也化解我这不成器的义子今天所犯的滔天罪孽？无论您有任何的要求，您尽管开口，我周家上下，哪怕是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叶公子，求求你，求求你救救小女晚秋啊！她还这么年轻，只要你把她救活，我林万川也倾尽林家所有，奉上万贯家财，以报答你那救命之恩。该死的野小子，你给我滚开！周鹏飞，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他想要趁机强暴晚秋，他在耍流氓，玷污晚秋的清白。你们都是瞎了吗？你快把他拉开！你个混蛋，给我住口！我先前怎么教你的？医者父母心，在医者眼中，只有患者，他没有男女。叶神医此举，竟是为了探查他体内毒气的入侵情况，或者准备施针救人。这内心怎么可能有半分龌龊的杂念？倒是你呀！啊，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肮脏小人！你而再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简直是无可救药，冥顽不灵！爹，我们才是堂堂正正的神医世家，他算是个什么东西？是个来历不明、行为诡异的外人，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万一他根本就不会治病，他想趁机占晚秋的便宜，害了他的性命，那该如何是好啊？可是眼下除了叶公子，这是所有人都解不了他身上的奇毒。怎么，你要亲眼看着晚秋在你面前毒发身亡，香消玉殒，无动于衷吗？你个畜生！在那儿躺着的是我周鹏飞，明媒正娶，
3书6里已经下定未婚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更不允许有人趁她昏迷不醒，行此等下流无耻之事，玷污她的清白。鸿飞，你还有脸说婉秋是你的未婚妻？就是你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你一手造成了婉秋今日的惨状，是你将她亲手送上了鬼门关。若不是你利欲熏心，心胸狭隘，婉秋她何至于身中剧毒，命悬下？你这个凶手！你这个凶手！林叔叔，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一时糊涂。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你就给我滚到一边去，不要在这里添乱了。如今只有叶公子才能救婉秋。鸿飞，我相信在大众广听之下，朗朗乾坤，他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现在最重要是救婉秋的命。可笑至极！原来在你们这些名门望族眼中，女子那点虚名薄洁，竟还比不上一条活生生的性命重要。既然如此，多说无益，你们就好好守着她的清白，等着给她披麻戴孝，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公子告辞了。叶公子，叶公子，叶公子，叶神医，求求你大发慈悲，高抬贵手，救救我女儿吧！我给你磕头了，只要你肯施舍，我给你做牛做马，永世不忘你的大恩。叶公子，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求求你！叶小友，啊不，叶神医，先前是老夫管教无方，教孙不严，纵容这逆孙行凶作恶，才造了如此滔天大祸，老夫有罪。救人一命胜造7级佛土，今天老夫这老脸就豁出去不要了，恳求您网开一面，就救救这无辜受累的女娃吧。叶公子，只要你能救活我妹妹，从今以后，我林晚风这条贱命就是您的。你让我上刀山，我绝不下火海；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该有差遣，万死不辞。起来吧。妈。公子，醒来，醒来！你的毒已经解了，你体内丹顶散的余毒，我也已用先天功尽数化去。下次莫要再做这种以身犯险的傻事。此等不入流的毒物，还伤不了我分毫。女儿，我的宝贝女儿，吓死妈妈！妹妹，太好了，你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还认不认识哥哥呀？哥，我只是中毒了，又不是得了10级方变成痴傻之人，怎么会认不得你？婉秋，你吓死妈妈！你要有个3长2短，妈也不活。妈，这怎么可能？他就这么解了？那可是西域奇毒，丹顶散呐，连我爷爷都束手无策的奇毒，他就这么解开了。多谢叶公子救命之恩，此恩此德，我林家上下没齿难忘，永世不忘。把他扶下去休息吧。总长，
我就给我站开！叶公子，啊不，叶神医，恕老朽冒昧。我总是感觉我们既熟悉又亲切，又遥不可及，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奇异感觉。不知道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哼。周小胖子，这也不能怪你老眼昏花，记性差。毕竟嘛，咱们上一次正儿八经见面的时候，你呀只有3岁。要是还能记出我这张脸，那才真是出了天大的奇事。恩公在上，请受周继民全家一拜。若非恩公当日不吝赐下那活人无数的救命神方，小人又岂能治愈那席卷全城的恐怖瘟疫，获得这微微虚名，开了这一家小小的济民药堂？叶公子，您就是周家活生生的再造父母，救苦救难的救命大恩人啊！小儿养育至今，尚未取名，恳请恩人为他取名，让他沾沾您的仙气与福泽，光耀我周家明美。这小家伙倒是生得一副好福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宇之间也透露着几分与众不同的聪慧灵性。也罢，既然你周家以医道立世，悬壶济世，便望他将来能精通圣贤文理，修身齐家，亦能将岐黄之术发扬光大，达至高深远大之境界。那便叫他文远吧，周文远，希望他将来不负此名。周家不孝，后代子孙，求文远叩见恩公。恕老朽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有珠不识金山玉，未能早日认出恩公啊！先前多有冒犯顶撞您之处，您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恕罪，恕罪呀！苍天有眼呐！老夫这把虽说有生之年还能见他一面。爷这是怎么了？到底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刺激？刚才平白无故的给他小子下跪，还磕头如捣蒜似的，那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周鹏飞，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孽畜，到现在你还敢对叶公子他老人家出言不讳，口无遮拦！老夫警告你，日后你若再敢对叶公子有半点出言不敬，老夫亲手打断你这2条狗腿，把你逐出周家家门，永远不再认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不孝子孙。还有，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立刻马上给叶公子磕头请罪，请求他老人家对你宽恕。我给他下跪，凭什么呀？爷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他算什么东西啊？住口！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蠢货！别说是你，这是你那已经过世的太爷爷，我们周家的开山祖师爷周继民。如果他尚在人世，见到了叶公子，也会恭恭敬敬的磕头请安，行3拜9叩之大礼。叶公子他老人家可是我周家上上下下几代人的救命恩人，再造父母。今日你胆敢冲撞了他老人家以下犯上，已经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如果我不看在你年少无知，
上可教诲的份上，今日我定不与你甘休。你若再敢对叶公子有半点忤逆之心，在背后非议招惹叶公子，休怪老夫不念祖孙骨肉之情，清理门户，大义灭亲。爹，爷爷这到底是怎么了？他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还是说被那个姓叶的小子下了什么迷魂降头，跟完全变了个人似的？以前的老人家可从来没这么打过我。鹏飞，休得胡言！连你爷爷都对叶公子敬畏到如此地步了，可见叶公子其人绝非我等凡夫可以随意揣度。你再想想，他那等神乎其技、匪夷所思的医术，那等肉白骨、活死人的通天能力，又岂是寻常之人所能拥有的？今天为父把这话就撂在这里。他日你若是再见到叶公子，必须得恭恭敬敬、谨言慎行，不得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敬，否则不用你爷爷出手，为父便会轻饶了你。可曾听明白？知道了，知道了。真是邪了门了，一个两个的，怎么都向着他呀？到底我是你们亲生的，还是那个姓叶的才是你们亲生的呀？真是气死你！夫人，晚秋的情况怎么样？他的身体可还有大碍？老爷放心吧，已经去看过了，晚秋已经睡了。大夫说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已无大碍，好生休养几日也可痊愈。老爷，妾身斗胆问一句，你说那叶惊鸿叶公子，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为什么那德高望重、名满江南的周老神医，也要给他行那般五体投地、恭敬至极的大礼，还口口声声称呼他恩公？这太匪夷所思，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妾身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未见过如此离奇之事。夫人啊，叶公子的身份来历及神秘莫测之处，远远超乎了你我夫妻二人的想象。依我看，恐怕只有母亲她老人家才有机会略知其中一二。不过，既然叶公子他自己不肯说，我们就绝对不能主动去问，更不能从背后妄自揣测、四处打探，以免言多必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灾祸。你可明白我的意思？老爷，妾身明白了。哎，老爷，你还记得吗？叶公子初到府上的时候，曾经说过妾身身上萦绕着一股不祥的黑气。当时妾身就以为他信口说、危言耸听，并未记在心上。如今现在看来，莫非他真有神鬼莫测之能，能看到凡夫俗子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拥有某种通天神通不成？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论如何，叶公子对我们林家有再造之恩，此番更是从阎王手中抢回了晚秋的性命，是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救命大恩人。从今往后，我们定要将叶公子奉为上上之宾，好生款待，尽心侍奉，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和不敬之处。你可明白？老爷，妾身明白，妾身谨遵老爷教诲。姐姐，你醒了。瑶妹来了，今天感觉身上好一些没有？我给你熬了莲子参汤，你趁热喝点吧。有劳妹妹了，我感觉好多了，就是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姐姐说哪里话，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姐姐，今天府上发生了好多事情，特别是叶公子，
叶公子，他没事吧？姐姐，你跟叶公子，或者说是叶家，到底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渊源呢？先前听你在昏迷中抑郁，你醒了后提起叶公子，你的神情又是那般焦急。姐姐，如果是他的先人真的辜负了你，如今我看那叶惊鸿叶公子浑身散发着仙风道骨之气，他不像是个坏人呢。或许这就是我们林叶两家上天注定的纠结吧。之前是你跟他的先人情深缘浅，终身遗憾，如今我看那丫头对叶公子也有了与众不同的心思。姐姐，你说这是我们林家的福分，还是又一场镜花水月的结束？妹妹，我的好妹妹，我恐怕时间不多了。姐姐，我不许你胡说。那叶公子不是把你的奇毒已经解了吗？你会好起来的，姐姐会长命百岁的。瑶妹，我的傻妹妹，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如今这般不过是回光返照。瑶妹，答应姐姐去把叶公子请来，我要见他最后一面，有些话必须在临走之前亲口跟他说，否则我死不瞑目啊！姐姐，我去请。叶公子，叶公子，我奶奶她醒了，她说想要立刻见到你，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当着您面说，你快跟我去吧。婉儿，公子来了，有劳公子亲自跑这一趟，多谢公子。你我之间本无需如此客套，你可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但说无妨，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定会为你设法达成。婉儿此生能再见公子一面，并将此物亲自奉还给公子，这是上苍对婉儿最大的恩赐和成全。承蒙公子不弃，婉儿此生再无遗憾了。母亲，姐姐，母亲，姐姐，姐姐，奶奶，姐姐，母亲，姐姐，奶奶，你别离开我。婉儿的心愿已了，情债已偿，魂归离恨天，也就安心的走了。姐，你一路走好。
林家。奶奶，娘，你老人家安心的去吧，儿子一定把林家上上下下打理好的，您就放心吧。你怎么就抛下我了？奶奶，孙女真的好想你。你说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就把我们给抛下了？奶奶，好孩子，别哭了。你奶奶她老人家临走前心愿已了，是安详圆满的离开人世的，这也算是一种喜丧。我们应该为她老人家高兴才是，莫要让在天之灵还为你我担忧。爹爹说的是，还好有叶公子在，奶奶走的时候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也还却了他老人家这么多年的夙愿。奶奶，您就安心的走吧，孙女一定谨遵您的遗愿，好好侍奉叶公子，绝不会让他在林府受到半点委屈和怠慢。妈，你一定走好。姐，这个叶公子打算在咱们住到什么时候啊？这老太太已经入土为安了，再这么一直住下去，实在是有损咱们林家的名声。休着，休得胡言！叶公子是我们林家的恩人，目前在世的时候就非常倚重他。他若愿意在此盘桓，我们林家也会好生照顾。此事休得在意啊！一直住下去？哎呦，姐姐，我倒是不担心别的，我就是心疼晚秋这孩子。林府上的大小姐去伺候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外男，这传出去，岂不是贻笑大方，让人笑掉大牙？这简直就有损咱们林家的名声。你懂什么？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曾说过，能够伺候叶公子，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也是晚秋的机遇和造化。他来相救，还救不来了。哎呦，我的好姐姐，这些神神叨叨话就你信？老太太要是真的有福分，就不会年纪轻轻守了寡，也不会到后来得了这种怪病，最后这么迷茫迷茫就走了。要我住口！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混账话？在母亲灵前，你口无遮拦，肆无忌惮，你简直大不起！哎呀，好了好了，姐姐，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姐，脸色不好，要不然你先回府上休息，这里我来给你打点。老爷，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我想回去了。这些天你也累了，先回去歇着吧。来，姐，你慢点啊，慢点，姐，你慢点啊，姐。执念不散，阴魂不宁。本以为心愿已了，便可回归善地，未曾想，竟会由已了之善缘，陡然转变成不甘不忿之恶缘。哼，有趣的很。回去休息吧。爸，我的天哪，这位可是
富甲天下、点石成金的珠宝大王慕容云端慕容老爷子。还有这位，他可是富甲天下、掌控能源的石油大亨公孙瓒公孙先生。还有这位，他可是眼光毒辣、算无一策的京城第一投资大拿陆婉清陆大小姐。我姐乖乖呀，这些人可都是跺一跺脚都能让整个商界剧烈抖三抖的顶尖豪门世家之主啊！我奶奶的葬礼，他们真的会赏脸来吊唁吗？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晚风啊，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这些请柬不过是我们林家祖上传下来的礼数，走个过场，聊表一下心意罢了，免了日后让那些好事之人抓住把柄，说我们林家失了礼数，怠慢了各路贵客。你还当真以为凭借我们林家如今的门楣和地位，能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屈尊降贵，亲自来吊唁吗？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想当年你父亲为了林家一笔大生意，不惜放下身段，亲自带着厚礼3番2次登门拜访，结果呢，人家连正眼都没看上你一眼，连大门都没让进，直接派了下人3番连语就被打发回来了。如今这种平平无奇的商议，既不吉利，又没有油水可捞的场合，那些日理万机、眼高于顶的大人物唯恐避之而不及，又怎肯屈尊降贵，亲自吊唁一个所谓身僵的老太太呢？回去休息吧。老爷，喝点汤吧。慕容世家，慕容先生到。慕容老先生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林家主，在下和林老夫人虽然未曾谋面，但也曾听闻其贤良淑德之名。今日收到贵府的请柬和讣告，特来送林老夫人最后一程，略表哀思。逝者为大，理应如此。多谢慕容老先生赏，多谢慕容老先生厚爱。您老亲临吊唁，实乃是我林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福分荣耀，真是令小小寒舍蓬荜生辉，光彩倍增。慕容老先生，请上座。江南石油大亨、富甲一方的公孙瓒公孙先生到，京城第一投资大拿、点石成金的陆婉清陆大小姐到，北方创业巨子、家财万贯的钱万里钱老爷到。今日是我们林家列祖列宗集体显灵了吗？祖坟上集体冒出了万丈青烟了吗？这些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顶级权贵齐聚于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成？叶先生到。叶先生，
叶先生。启禀叶先生，晚辈是京城慕容世家的当代家主慕容云端。说起来，晚辈的先祖慕容长风，在100余年前曾有幸受过叶先生您的救命之恩和点拨之情，此恩此德，重如泰山。我慕容家世代铭记于心，片刻不敢或忘。叶先生在上，晚辈公孙尚周，简为公孙家族不成器的后人。当年若不是叶先生您在危难之际，晚辈陆一哥是陆家当代的临时主事人，香火断绝，化为灰烬。恐怕我们陆家在家道中落洪流中彻底倾覆，不复存在。当年若非得叶先生您这位世外高人指点，老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叶公子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大人物，他对他如此？难道昨夜我身体突然舒畅，并非错觉？是他暗中出手了？可他为何？驾！姐夫，你们赶紧看，那些人的奴才嘴脸，简直就跟老太太之前被迷了迷道一模一样。要我看啊，肯定是那个姓叶的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了，要不然就使了什么邪门手段。要我说，绝对要把这个姓叶的赶出去，要不然咱们家会遭大祸的。舒雅，为不倒这么觉得，你仔细想一想，今日到场的这些人是何等人物？哪一个不是在各自领域里翻云覆雨、叱咤风云的人中龙凤？哪一个不是心思玲珑剔透、聪明过人之辈？他们又岂会轻易的被人蒙蔽和操纵？之前无论我们林家如何想方设法的讨好巴结他们，他们都对我们不屑一顾，甚至连正眼都懒得瞧上我们一眼。今日突然齐齐赏脸，不远千里参加母亲的葬礼，这其中要是没有天大的缘故，绝对不可能的。依我看，他们十有八九是冲着叶公子，叶公子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结交、仰望，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攀附之人。啊，冲他来的？怎么可能？他不过就是一个……爸，如果妹妹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得到了叶公子这位真神的青睐，那叶公子岂不是成了我的妹夫？有了这么一位神通广大，还让这些顶级豪门都要削尖了脑袋巴结的神仙妹夫做靠山，这日后我林晚风想要在商界呼风唤雨，结交权贵，拓展我们林家的商业版图，哎呀，那不就是我这大舅哥开金口的事儿吗？到时候那我们林家岂不是要一飞冲天，成为真正的顶级豪门？哎呀，想想就让我激动啊！晚风，你就在这胡思乱想，打你的龌龊小算盘。叶公子和晚秋的事情，一切自有天意缘法，岂容你在此妄加揣测，图谋私利？老爷，听你讲这些话，倒有几分道理。不管怎么讲，叶公子啊，绝对是深藏不露、神通广大、顶尖级的大人物。如今想来，母亲她老人家恐怕是为晚秋的长远将来，为我们林家整个兴盛和荣耀，再下一盘深谋远虑的大棋呀！姐姐，我的好姐姐，你可长点心吧。这个姓叶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良性格。他今天把那些权贵叫过来，就是为了打翻我们的脸面，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荒唐，简直荒唐至极！不要胡说八道，危言耸听。叶公子他哪有那个狼子野心？他可是救过老太太，救过晚秋的，他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呐！哎呦，我的傻姐姐，什么大恩人？我看是个大祸害还差不多。你没看着姐夫今天在他身边那个窝囊样，还有那些权贵对他简直就和狗一样。他今天能让那些权贵给他撑场面，明天就可以谋夺他的命。而且姐夫那唯命是从的样子，多半也是被他迷了心窍。你想一想，到时候他要把咱们家抢了，你后悔你都来不及。
是我有种说出来的感觉，叶公子他对我们林家，尤其是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恶意，反而上次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好像暗地里还帮过我，让我舒服不少呢。秦舒雅啊，秦舒雅，我说你怎么就是个榆木脑袋呢？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呢？姐，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画皮画骨难画骨，更何况是这么一个江湖术士。依我看，咱们赶紧想个办法，把他乐乐呵呵的给打发走了。要不然姐，咱们可是养虎为患，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啊，姐。姐姐啊，恭送叶先生。叶公子，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不过，您这枚玉佩，我看着比我之前在奶奶房间里见过时，好像更加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生命力和灵气。此玉名为龙凤同心佩，它本就是以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所孕育而成的一体双生之神物。它是以这世间生灵的功德气运与精纯愿力为滋养之食粮。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越是明亮璀璨，便代表着它所吸纳积聚的能量越是精纯强大，其自身所蕴含着护体庇佑、增幅开会之威能也就越发强横无匹。晚秋明白了，叶公子，今日您召集了这么多尊贵的达官显贵前来吊唁奶奶，其实并非是为了什么排场和名面，而是想通过这些豪门望族所凝聚的庞大家族之力和功德之力，来修复跟修养这枚神奇的玉佩，对吗？对不起啊，叶公子，是晚秋多嘴了，晚秋不该胡乱猜测您的深意，不该窥探您的秘密，请公子恕罪，晚秋再也不敢了。你这小丫头倒是比你那心思单纯、善良有余而心机不足的奶奶要聒噪不少。那你呀，也比你奶奶多了几分七窍玲珑的聪明劲儿和难得的悟性。也罢，既然你这么聪慧，那你奶奶含冤而逝的公道，便由你这个做孙女的亲自替她讨回来了。叶公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奶奶她不是因为年老体衰、私欲过度才导致的重症不治才仙逝的吗？你奶奶林婉，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般寿终正寝，而她是被一种极其阴邪歹毒、令人发指的邪术手段，长期侵蚀着她的精气神，最终导致她的精气耗尽、元气衰败、囚禁灯库而亡的。什么？我奶奶她是被人害死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呀？究竟是谁？究竟是谁这么狠心，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去害了我的奶奶？我一定要将这个凶手碎尸万段，做骨扬灰。奶奶，请一路走好啊！姐，姐，你怎么脸色突然变得那么难看？姐，你没事吧？我也不知道，我突然感觉头很痒，想要切到四周里，比昨天还难受。快！来，快扶着走。你没事吧？我要不给你请个大夫啊？好奇怪，我也不知什么的，酸软无力，头昏眼花，胸闷气短，就像被人投了降头，手里血碎一样，中邪都难受。中邪？咱们府上来了一些不干不净、来历不明的脏东西，说是要中邪，倒也一点不奇怪。哎呦，这不是咱们林府的大贵客
叶大少爷吗？怎么，你那些豪门朋友都走了？昨天那个排场可是真大呀！都到我们林府耀武扬威了，也不发发善心，带给我们见见，也好让我们长长脸面嘛。叶公子，多谢叶公子昨日亲临吊唁，对我们林家的帮助和支持。你的身体状况不佳，此地阴气太重，煞气未散，不宜在此地久留。你且暂时离去，回房间好好歇息去吧。啊！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姐乃是堂堂的林家当家主母，给自己的婆婆尽孝，那是天经地义。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外人插手画脚？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姐走？你当你是谁呀？秦组长，你给我住口！你怎么用这种大逆不道的态度跟叶公子说话？还不赶紧跪下，向叶公子磕头认罪，请求叶公子宽恕。我说姐夫，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个姓叶的他有问题，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灾星。你说说，他到了咱们林家，我们有过一天好日子吗？先是老太太不明不白的暴毙而亡，现在轮到我姐，我姐身体也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如果咱们再不把这个妖人赶出咱们家，那么咱们的下场就会和老太太一样，都会被他给害死。我说你就醒醒吧，别再给他给骗了。你们以为婉儿是寿终正寝，或是病入膏肓，药石罔效而亡吗？她是被奸人所害，而凶手此刻就在这灵堂之内。叶公子，此话当真？我母亲她怎么会是被人害死的？是啊，这也太骇人听闻了。我奶奶一直卧病在床啊。你害的，这是怎么回事？老夫人明明是病故的，是谁想害死她？啊！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家老太太那是心愿已了去的。心愿已了，是她的魂魄得以慰藉，但肉身被毁，阳寿非正常终结，则是另外一回事。她的死并非天命，而在人为。你似乎很紧张，是在害怕什么？还是说，你认为是我害死了婉儿？我有什么好害的？你少在这妖言惑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别把我们大家当傻子。姨妈，不得对叶公子无礼，叶公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我说傻姑娘，你们是都被他灌了迷魂汤了吗？他不过就有些歪门邪道，招摇过市罢了。我看这贼喊抓贼的把戏，他最擅长。哼，林宅之内，人心无杂，邪祟暗生，如此污浊之地，反而岂能得清净善终？他的子与这林宅的毒瘤脱不了干系。叶公子，你是说我母亲的死因就是跟邪祟有关？不错，她并非是单纯的病入膏肓，而是被一种阴毒的邪术长期侵蚀，暗取她的阳寿，最终才会油尽灯枯。邪术，这世间还有如此歹毒之事？那你怎么不早说？时机未到，如今是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是让灵魂得到真正的安息，是让凶手无所遁形的时候。害死他的人就在这灵堂之内，而我会让婉儿找出真正的凶手。你一派胡言！你少在这歪门邪说，你就想扰乱我们林家是吧？姐夫，我们林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兴风作浪了？我是外人，那你呢？你跟这林家又是什么关系呢？我是林夫人的妹妹，怎么说也算是半个林家人。是吗？我还以为你才是这林府真正的林夫人呢。你这般急于维护林家的家事，
倒是比这真正的林夫人还要伤心。叶公子，请您明示，这其中到底怎么回事？如何才能找到凶手？现在我问你们，婉儿何时得病？1年多以前。因何得病？我们请了很多名医就诊，就连周家的3代名医都惊动了，也没查出奶奶到底是何病因。头一天还好好的，睡了一晚上，第2天就卧病不起了。婉儿病中可曾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做过什么奇怪的举动？有一天晚上，我去看奶奶。奶奶，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啊？你都好久没有打到晚风了，你快起来打到晚风啊！晚风想你了。奶奶，那天晚上，我以为我醉了酒，看花了眼，所以就没有声张。如果真的是奶奶邪祟入体，那我那天晚上看到的都是真的了。你是说婉儿身体发光，发的可是青光？对，还一闪一闪的。那叫青萤虫，以人的神经为食，一旦被侵入，身体好的就会头昏脑胀。但老年人就会久病卧床，最终被青萤池蚕食干净。你看到婉儿之前张牙舞爪，其实就是被青萤虫控制住了身体，方便青萤虫蚕食干净而已。太过歹毒了！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没有害死老夫人。叶公子，舒雅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他待我妈跟亲妈一样，我妈久病卧床，都是他在床前尽孝，不可能是他呀！是啊，叶公子，我妈怎么可能害我奶奶呢？叶公子，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可以为我妈担保，她绝对不是坏人。我发誓，我没有害人，我真的没有害人。你要干什么？小孩，你休想碰我姐！妈，头上有一团黑气。叶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婉儿是被秦舒雅害死，也是同理。婉儿是被他体内的邪气入侵，才会被青萤虫有机可乘。妈，对不起，我每天找你尽孝，没想到害了你。邪祟暂时被压制回去，要想清除干净，必须要找到真正的病因。姐，夫人，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这病因源自何处？他这是被人下了眼症，应该是枉死的至亲之人。枉死之人还是至亲？爹，是谁啊？你老爷寿终正寝，肯定不是他。但你姥姥是被病痛折磨致死，极有可能的。不过，还需找你舅舅再确认一下。舅舅，这边请。哎呀，我说我们两家都这么多年没来往了，你爸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等你到了你就知道了。哎，你这小子好几年没见，你可学坏了，学会给你舅舅打哑谜了是吧？舅舅，您请坐。美妇啊，这么深更半夜的找我来，究竟是什么事啊？你要今天不给我个解释，我可找你没完了。我倒要先等你给我一个解释。我解释？我跟你解释什么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岳母下葬时，你放针确认他已经死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呀？这你先别管，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飞夫，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那种大逆不道之人吗？难不成我把自己的亲妈给活埋了？若是别人说这话，我就信了。可是你，当年岳母下葬时，你一滴眼泪都没掉，连守灵都没有去，怕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哦，照你这么说，我把我妈活埋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脑子有病啊！有病床前无孝子，你的2个妹妹都在我这儿无法尽孝。虽然我给了你足够的钱，但保不齐你早就不想照顾岳母了。叶公子，你们继续。他谁呀？我们聊家事，需要一个外人掺和吗？叶公子不是外人，告诉我，岳母到底是不是被你害死的？妹夫，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些年舒畅舒雅，过的是逍遥自在，而我呢，一家子照顾老妈，你知道有多难吗？哦，你现在富贵了，开始找我茬了是吧？想当孝子贤孙呐，你早干嘛去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血脉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用枉死的血脉至亲之人培养成的一种邪祟，通常是在活埋之人的亲人中出现。下蛊者所愿皆能达成，中蛊者就会被邪气缠身，只是重病缠身不治身亡。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么神异的东西啊？你要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你的家中发现这种书籍呢？哦，我明白了，你们原来把我叫出来是为了调虎离山呐！这本书我就是买了瞎看的，怎么了？血脉骨的事情，你参与了多少？现在你母亲就附身在这枚玉佩上，你可不能在她面前说谎。妈，秦叶柔，你把我妈怎么样了？我从头到尾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是，我刚开始听说有血脉骨这个东西，确实动了心思。可那是我亲妈呀！我再混蛋再上良心，也不至于把自己的亲妈给活埋了呀。都是那个王大师，是王大师骗了我，他直到半年后才告诉我，我妈下葬时还活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告诉你什么呀？我怎么告诉你呀？我把自己的亲妈给活埋了。我要是这么说，你会怎么看我？你们林家会怎么看我？我这一大家子又怎么办呢？当时我悲伤自责，难以自拔。这王大师就趁机劝我说，既已酿成大错，就没有回头路了。你用妈的性命换你的阳康大当，哥，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么多年给你钱也不少吧？难道还养不成那么一大家的人吗？我当时确实是鬼迷了心窍，相信了他的假话呀。鬼迷心窍可解释不了，这么些年连半点消息都没有透露。但凡你有半点良心，就该早早把真相告知我们。这我当时是想跟你们说的，可那时候我一家人的性命都在那个王大师手中，我哪敢说半句。后来我听说那个血脉骨没了动静，以为炼制失败了，所以就抱着侥幸心理，这件事情闷在心里，
直到几天前。故事讲得不错，可惜是假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可亲身经历者对你讲的故事并不认同。鬼呀！好啊，你耍我是吧？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要是什么都没做，你怕什么？反正我妈已经死了，看在这么多年我在她面前尽孝的份上，她也不会怪我的。我亲眼看着我妈死的，她已经升天了。舅舅，你刚不是说被王大师所骗，不知道姥姥下葬的时候还活着，怎么现在又说看见她死了？我当时确实是不知道，后来我得知真相，连夜去扒开我妈的坟墓一看，没想到我妈竟是他扭曲恐怖的尸体，是他绝望愤恨的遗容。你是怎么知道？是他告诉我的。叶公子，你真的看到我妈的魂魄吗？她能看到我吗？他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正注视着你们所有人。妈，对不起，女儿不孝。妈，不能怪我，是王大师骗我，我不知道你活着呀，妈，你听我说呀。血脉骨炼制条件苛刻，但炼制只需7期49天，一旦炼成，便会杀尽一切血脉相关之人。你以为这些年血脉骨一直没有发动，是因为王大师好心？不过是他尚有一丝意志，宁愿自己遭受蛊虫反噬之苦，也不愿意伤害你啊。而你却3番5次巧言是非，在你的故事里，把责任都推给王大师，自己扮演着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我都说。当年我听说有血脉骨这个东西，确实动了贪心。正巧听说有王大师这个人，号称精通蛊术，于是我就花了重金去求见，想让他出手帮忙炼制血脉骨。原本我只以为炼制血脉骨只需要用到鲜血，可那王大师却说，想要血脉骨发挥真正的作用，必须要用活人为祭。我听他这么说，便有了退缩之意，不再与他联系了。就在我妈突然去世之时，那王大师却找上门来说要帮忙主持我妈葬礼。我心想，他或许是收了我的钱财，想要做点什么事回报于我。直到半年后，我发誓啊，我现在所说的绝无许愿，没有半点假话。你是听谁说王大师精通蛊术？书上，我是听书上说的。什么？书上？他说最近有朋友见到，去外地了。想必他早就料到这一天，躲出去了。那他怎么知道靖王的会蛊术？为什么要对我妈下手？要想知道是为什么，直接去问他不就好了？妈，你妈平时都去什么地方？我们分头去找。他好像经常去郊外的一个民宿。你想说什么？我记得那王大师好像就住在城西的民宿中啊。不好，他肯定是见王大师了，8成是有新的算计。备车，我们现在就赶过去。叶公子，你不一起去吗？你们先过去，我稍后便到。你越来越虚弱了。
放心，来得及，我会带你过去，让你亲手报仇。应该就是这儿。对，就是这儿。叶公子人呢？他怎么还没到？他或许有其他的安排。不等他了，我们先进去吧。林老爷，您这一大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我来找我家妹妹秦舒畅。还有个姓王的大师，听说就住在这里。贵府的秦二小姐我是知道的，她呀经常来我们店里，现在呀正在厅内休息。可至于你们说的这个王大师，我却是从未见过，并且近日本店往来的客人之中也并无姓王之人。这不可能啊！我没记错，我每次看到王大师都进了这个门。我骗你们对我又没有什么好处，你呀肯定是记错了。我肯定不会记错的呀。王大师的事情稍后再说，带我们去见他。好，几位请随我来。舒畅姐姐，舒畅姐，你们怎么来了？你告诉我，你和王大师到底什么关系？血脉谷的事情，你参与了多少？什么王大师，什么血脉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舒畅啊，王大师血脉谷，这些都是你告诉我的，你怎么会忘了呢？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舒畅，这是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身边握着你这种包含祸心的毒蛇。姐，我可是你的亲妹妹，我是毒蛇，那蛇鼠一窝，你又算是什么？秦舒畅，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副面孔，你可以去当演员了。废物，我不想跟你说话。废物，我可是你哥哥呀！你练就了这么歹毒、这么阴毒的血脉谷，你还有脸说我是废物？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没什么事就走吧。我好不容易出来躲个清静，都别烦我。怎么，不走是吧？是要让我报警赶你们出去吗？不要跟他废话，他在拖延时间。灵堂里的残魂虚弱的速度在加快，一定是有人在布阵，试图掌握血脉谷的控制权。当务之急，事先找到王大师。王大师在哪儿？就在这里。刚才民宿老板说，这里没有姓王的客人。秦公子说，王大师日常出入于民宿，而民宿老板又说，未曾见过王大师本人，而是他经常出现在这里。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一定就是真相。我是应该叫你秦舒畅呢，还是王大师？叶公子，这么说，秦舒畅和王大师是同一人？怎么可能？南疆有一种蛊术，以鲜血为引，可以将傀儡假人化为活物，时效半日。你以往跟王大师见面，有没有见过他停留超过半日？是啊，的确如此。如此说来，舒畅就是王大师。如此便说得通了。王大师精通蛊术，而蛊术向来不灵。他和王大师合作，难道就不怕他对他心怀不轨，对他下蛊吗？除非是同一个人。叶惊鸿，我从未得罪过你，为什么你屡屡插手，坏我好事？我本不想管，只是涉及婉儿的后人，破例出手罢了。哼，后人？他们算什么后人？一个外来的野种，生了这么两个小野种，他们身上没有一滴林家的血，算什么后人？姨妈，我们身上确实没有林家的血，但和奶奶生活了这么多年，
如是其人，但胜似其人。哼，蠢货，只有同一县外的人才算是亲人。林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姐姐，林家的一切和我没有关系，可我和你有关系啊。如果我取代了你，那林家的一切，它就都是我的了。书生，为什么我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待我不薄？凭什么我样样优秀过你，却只能做你的陪衬？我比你年轻，我比你漂亮，我才是那个受人敬仰、高高在上的林夫人。这就是我疼了大半辈子的亲妹妹，我居然养了一只白眼了。我为你安排好一切，你却要取代我。优胜劣汰你不懂吗？你已经当了这么多年锦衣玉食的林夫人，反正你都快死了，让给我不行吗？姐，我的好姐姐，你就让我体验一把做林夫人的感觉吧。反正你都快死了，成全我吧。舒雅可是你的亲姐姐，你怎能下得去手？亲姐姐，你们可曾见过把自己的妹妹当猪一样教养了几十年的亲姐姐？她本来不应该有大好的年华，却被你这样在林家。你倒好啊，衣食无忧，儿女双全。而我呢，我到头来连个像样的亲事都没有，注定做个老姑娘，就在你们家里面混吃等死。凭什么？凭什么就因为你嫁得好，我就要做你的陪衬？所以你就因为这个害死妈，害死我，枉为人伦，将亲情抛之脑后。哼，亲情，这些年我伺候所有的情分我都还清了，我只是拿回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拿回这里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姨妈，我妈把你当做她最亲近的人，无论我和我哥买什么吃什么，她都会让我们也给您带一份。您觉得这样的情分，她真需要你还的吗？姐姐，看看你的好儿女，都已经会和长辈顶嘴了。姨妈，将心比心，我妈她都已经把心掏给你了，而你却把她的心给捏碎了，你对得起她吗？晚秋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姨妈，她就不是人。小二娃，你可嘲笑我！爸，我就说吧，陈叶公子就不是一般人。这世上难道真的有神仙？他就是神仙。多少年了，敢在我面前出手伤人，你还是第一个。这是我们林家的家事，我求你不要插手。血脉谷有违人伦，阴邪歹毒，天道难容。你既敢炼制血脉谷，就要做好备除魔卫道的准备。哼，除魔卫道，就凭你藏头露尾，连真实姓名都不敢透露的家伙，还敢和我谈除魔卫道？叶公子，无妨，他还伤不了我。张口闭口除魔卫道，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哼，区区一个玉佩，为何如此难缠？这枚玉佩积聚的可是我几千年的灵力，和我救助几代人的功德，就凭你如何击破？几千年，
东西？这个你没资格知道。区区一介残魂，什么与我抗衡？20年的痛苦折磨，性命化骨的不甘怨气，连我都要惊叹一番。岂是你能够小瞧的？不可能，区区一介残魂而已，怎么会有如此大痛苦？是你做了什么？我答应过他，会让他亲手报仇，如你所见，或什么都没做。不可能，他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是你做的！啊！怎么会这样？爸，叶公子赢了。看样子是叶公子打赢了。妈，叶公子赢了不是好事吗？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我当然希望叶公子能赢了，但她毕竟是你们的姨妈，我的亲妹妹，如今落得如此的惨状，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他这也是咎由自取啊！若非他动用了邪术，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他有现在这个惨状，也是因果报应。唉，我也是这样。若不是当年我贪心作祟，我妈也不会死啊。舅舅说的对，他有今天的下场，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妈，你该不会想要替他向叶公子求情吧？你把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是迂腐之人吗？我只是有所感慨罢了。舒畅，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数10年的苦修，今天到让你出手的。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我从小就对灵异的事情感兴趣，成年后更是无师自通了蛊术。我以为我天赋异禀，强过所有人，没想到却没有到让你出手的地步。你究竟是谁？孤家寡人，孑然一身，说出身份，不过是被这命运捉弄之人罢了。那你也是个可怜之人。叶公子，他已经死了，前葬吧。婉儿那边，你们去跟他解释，别担心他听不懂，他会明白的。是，我会亲自向妈请罪。这是我答应过他，事情结束后，会让他跟你们见一面。叶公子，你是说？妈，对不起。公子，您的茶。你的泡茶水平越来越精进。公子爱茶，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各种泡茶的技艺，还从全国各地买了各种精品的名茶。虽然比不上御前18品，但总有一泡能得公子欢喜。那可惜了，如此好茶，我无福消受了。公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您家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该去下一个目的地了。那我能跟您一起走吗？公子，叶公子，叶公子，门外有一队名门望族来接您回家。叶公子，
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缘分再见面。那就随缘吧。叶公子，我们走吧。什么？我可不相信什么缘分，我只相信事在人为。我既已答应奶奶要照顾你，就绝不反悔。往后余生，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林忘川，你的女儿，你不管吗？能侍奉叶公子是我们林家人的福分。